若说夷陵之战是东吴第一次重大危机的话，三路伐吴就是第二次。此战在《三国演义》中一笔带过，所以大家印象不深。其实这是一次灭国级别的战役，曹丕三路伐吴阵容有多豪华？20余万大军，9大顶级名将悉数登场。曹魏精兵强将进出，在多个战场压制吴军，连荆州的核心江陵城都几乎易手。若非吴将朱然、朱桓等人的奋战，曹魏一举灭吴也并非没有可能。反观东吴，此前发生的偷袭荆州和夷陵之战，虽然都是东吴获胜，但其实是惨胜。取胜虽然提振了东吴军队的士气和孙权的自信心，但从纯军事角度说，东吴的军力反而有所削弱。既如此，东吴又是如何挺过这一次危机的呢？公元222年9月，夷陵之战的硝烟还没散去，登基近2年一直没有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曹丕终于也按捺不住，以孙权拒绝交出质子为理由，发动了三路伐吴之战。从战役的规模来看，曹丕此次伐吴并非是一时心血来潮，很可能早就虎视一旁，打算毕其功于一役拿下东吴。曹丕兵分3路，东路以征东大将军曹休为主，沿淄江而下，直抵洞口要塞，麾下有张辽和臧霸2员虎将，中路兵临如虚口，主帅则是曹魏军中级别最高的大司马曹仁，麾下主要有蒋济和长雕、王双等人。这里要留意一点的是，长期镇守合肥、濡须一线的张辽为何会被派到曹休麾下？应该是曹丕对曹休不太放心，所以把威震逍遥津、令孙权又恨又怕的张辽派给曹休，以震慑东吴和加强曹休的实力。而曹仁是曹魏宗室第1代中能力最强之人，曹丕对曹仁十分放心，没必要把曹魏2个最厉害的名将都放在中路。当然后面曹仁晚节不保那是后话了。3路大军中主力是进攻南郡江陵以曹真为主将的西路，这一路可是名将荟萃，不仅有宗室名将曹真和夏侯尚，曹丕还把张和徐晃2大虎将也派给了曹真。当时西线吴战事相对平静，所以长期在西线作战的张合也腾出手来参加了这场全明星大作战。曹丕自己还御驾亲征到了宛城，明摆着西路是3路大军中的主攻，曹丕就是来给曹真打气的。不仅如此，曹丕为了保证曹真西路大军可以顺利拿下江陵，还把启用了镇守江夏10余年的文聘。根据《三国志》记载，孙权想从江夏调兵支援水深火热的江陵，结果没成功，被文聘挡了回去。为了这一仗，小曹老板是拿出了手底下最豪华的阵容：大司马曹仁、征东大将军曹休、上军大将军曹真、征南大将军夏侯尚、前将军张辽、左将军张合、右将军徐晃、镇东将军臧霸、讨逆将军文聘，9大顶级名将悉数到场，可见曹丕对这一战势在必得。反观东吴这边，刚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夷陵之战，粮草、兵器等物资消耗巨大，南郡周边地区在之前的荆州争夺中也破坏严重。此外，东吴扬州复兴之地有山岳的钱塘大帅彭氏等起事，刘备煽动起来的零陵、贵阳朱蛮仍与吴军对峙，败退白帝城的刘备也写信威胁陆逊说吴将赴东。此时的东吴可谓四面受敌，兵力捉襟见肘，如若应对不当，一战而亡并非危言耸听。11月，曹丕抵达宛城并停驻，这里离荆州的江陵战场最近，可见江陵是曹丕最关注的一个战场。江陵战略位置极为重要，北通襄阳远城，南达荆南交广，东连绵水江下，西临益州三峡，可谓是四通八达的战略节点。当年周瑜、吕蒙、刘备发起战争抢破头了，就是想要这个地方。曹丕对此次南征抱有的最大期待，自然也是占领江陵。曹丕的东路军抵达江北后，吴将吕范都徐盛、全琮等率水军严阵以待，不料长江上刮起凶猛的南风，吴军的一部分战船飘到北岸，被魏军趁势屠杀，损失数千人。魏军没有料到会有这种天降好事，被天上掉的馅饼砸晕了脑袋，渡江的准备还没有做好，没能及时渡江乘胜追击。而东吴败军得到迟来的吴将贺齐所率水军的接应，得以保全。曹休见洞口对岸的牛渚江面吴军已有防备，就派臧霸率轻徐水军东行至京口，经江苏镇江江面渡江。臧霸在京口又战胜吴军，杀掠数千人，好在徐盛、全琮等兢兢业业，
收拾败军，斩杀魏将尹卢及魏军数百，使臧霸退回江北，勉强稳住阵脚。西路军迅速包围江陵，东吴以名将朱然镇守江陵城，孙权又令孙胜在城西南的江陵中州上立务，驻扎万人，与江陵城互为犄角。西路魏军锐气极盛，曹真派张合击破孙胜，夺取江陵中州，吴军溺死者数千，江陵城陷入孤立。长江南岸的吴将诸葛瑾试图率水军反攻江陵中州，却被魏将夏侯尚水路并进击破。孙权大本营武昌的兵马也被魏将文聘牵制，难以大规模西援江陵。文聘更夺取了汉水以北的所有土地，令东吴损失惨重。至此，江陵城彻底孤立，被魏军重重包围，日夜攻打。吴军因四面救火，军力不足，城中给养缺乏，许多士兵患了浮肿病，能战者仅5000人。曹真等立土山，挖地道，用楼炉直引土山上的士兵射箭，箭如雨下，江陵守军军心动摇，全靠朱然镇定自如，找到机会出城反突击，击破魏军2屯，才惊险守住江陵。东吴的转机发生在曹魏中路军身上。中路军主帅曹仁用声东击西之计声称进攻县西，实则进攻如须。吴军守将朱桓中计，分兵救援县西。曹仁大军到达如须时，朱桓所部只剩5000人，陷入明显劣势。曹仁大喜过望，派其子曹泰进攻如须，误绊住朱桓，并遣水军袭击吴军家属所在的如须中州，想将如须要塞的吴军一锅端。然而朱桓一点不慌，指挥若定，曹魏水军不是东吴水军的对手，损失1000余人后败回。曹泰则被朱桓打得大败亏输，魏军被斩首数千级，损失惨重。朱桓因击败曹仁而声名鹊起。开战以来，吴军连遭败绩，这次辉煌的胜利令东吴上下士气大振。此时扬州造反的山岳被吴将周防平定，荆州西部群蛮也被吴将布置率胶州兵马一一平定。陆逊在三峡严密守御，不给蜀军东下的机会。察觉寿数将近的刘备也开始为身后事布局，因为荆州豪强在夷陵之战中战死甚多，蜀汉反攻荆州的声浪大减，刘备得以答应与孙权和解，双方开始互通使者。接下来东线、中线陷入焦灼，魏吴双方的注意力聚焦到西线江陵战场。曹魏不惜血本，以大军围攻江陵6个月，但江陵城城防坚固，主将朱然守御周全，依然无法攻破。守北门的江陵令姚泰见粮尽援绝，对守城丧失信心，想给魏军做内应县城，结果被朱然发现诛杀。虽然没有了内应，但魏军仍打算攻下江陵城。夏侯尚在江陵城与江陵中州之间造浮桥，将前部兵马3万人移到江陵中州上驻扎，可能是想屯田以为久计。长江南岸的诸葛瑾欲再救江陵，却自知敌不过夏侯尚，不敢轻举妄动。吴将潘璋认为魏军士气上盛，江水又浅，不好发挥水军优势，决定暂不行动。潘璋率水军到达魏军上游，割芦苇做筏子，准备在长江涨水之时顺流放火，烧断浮桥，使江陵中州上的3万魏军成为瓮中之鳖，予以全歼。不过吴军的计划被曹魏谋陈董招料中，曹丕急令夏侯尚撤军，可惜命令没有问题，执行上出了差错。由于浮桥狭窄，魏军撤退缓慢，被吴军两面夹击，损失惨重，勉强撤回北岸。此时魏军中路在如须惨败，西路也未能攻克江陵城，东吴内部叛乱逐渐平定，东路渡江难度太大，刘备也没有趁火打劫，曹魏军中又爆发了瘟疫。曹丕没有想到，这次倾尽全力的3路伐吴最大的胜利，竟然仅仅是曹休在洞口的那一战。此时张辽和曹仁2名宿将都已病故，年轻皇帝顿时对灭吴失去信心，孙权又适时进贡，给足了面子，曹丕遂下令各路军马班师回朝。就这样，曹丕3路大军几乎一无所得。到223年3月，曹丕无奈下诏全线撤退，驾返洛阳，孙权最终得胜。此战时是东吴生死3足鼎立的一大关窍，亦一向被严重低估，值得特意申说。这场大会战所展现的许多东西，值得我们历史爱好者细细思考。先是曹魏方面，
曹丕没抓住伐吴的最佳时机，夷陵之战时没及时出兵，给了东吴喘息之机。若能在夷陵之战的尾声就出兵伐吴，东吴猝不及防，也来不及收拢残兵，曹丕的胜算就大了。然而，东吴在此战也暴露了他的困窘。孙权最大的错误就是给了曹丕伐吴的时机。在关羽水淹七军、威震华夏前后，曹操紧急调动夏侯惇在淮南的26军及豫州、清徐军队，曹操东线兵力顷刻空虚。这时候，作为东吴 CEO， 孙老板应该做什么才对自己最有利呢？在三足鼎立的情况下，老二帮着老大揍最弱的老三是极不明智的，因为一旦收拾了老三，老大很快就会腾出手来收拾老二。最好的策略是老二和老三联手对抗老大，这也是孙刘同盟得以成型的基础。应该说，在孙刘同盟的背景下，孙权理应出兵江淮、清徐，将防线向前推进。然而孙权却给曹操当了狗，背刺关羽夺取荆州，却不想想自己将面临来自两头的压力，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能力守住荆州。后来的历史证明，荆州在孙权手上只是个挨打的沙包而已。而且由于孙权错失了夺取江淮地区的契机，导致建业周围地区长期暴露在曹魏面前，曹休、曹仁才敢肆无忌惮地攻打到长江边上。不知道孙权纵容吕蒙杀害关羽时，有没有想到荆州日后面临的尴尬境地？